大家好，我是李灿，欢迎收看 Easy Mandarin 中文播客啊。今天和大家聊一个很多朋友都特别关心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学习中文的瓶颈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好像学着学着，我就再也没法进步了呢？啊，这个其实问题在我脑子里也萦绕很久了，但是在某一天突然之间，好像就有一个扣子，突然之间搭上了啊，就扣上了。我脑袋里就突然响起一声咔嗒一声，我就明白了啊，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啊。当然了，这个也不是我独创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一些事情。因为虽然之前很多理论呢，我们都很清楚，大家可能在各个地方也看过，也找过，对不对？但是呢，我想从我的一个当下的一个感想啊出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究竟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以及我的思路是如何的啊。就是我们大叔中文在做会员节目的时候，我会做一个疯狂故事会，然后呢，就是每周讲这么一个故事，基本上是我脑子里大概有个大纲啊，我也没有写下来，然后我就对着这个镜头就直接开讲了。那天我讲完之后，然后在剪视频的时候，在做字幕的时候，剪视频或做字幕是同时进行的啊。然后我突然发现，哎，我用的词汇挺简单的呀，我并没有用一些其实按道理也不难，但是按道理应该掌握的，比如说我们针对是中文学习者中级的水平的中文学习者，就是其实我们讲述的时候，整体而言会让这个故事变得简单，而且有些词汇就是很常见，对不对？所以大家听我们讲故事的时候会发现，哎，挺简单的，挺好懂的。但是呢，就是相同一个故事，就是比如说相同这么一个故事，我在写下来的时候，哪怕我这个设定的等级是 HSK 3到4级或者4到5级，但是里面会出现非常非常多大家可能在平常的这个教材里头，以及看我们视频的时候都没有接触过的这些词汇。而这些词汇其实按道理就是作为一个中文学习者在中级的水平应该掌握的这些词汇，而且这些词汇它其实才是真正的帮助你往上走的这么一些砖头吧，因为这些砖头才能给你铺起一个个台阶。你很多时候学习中文的时候，学到一定程度上，出现一个望洋兴叹的感觉，就是发现，哎，怎么在那么高的地方，我怎么走上去啊？我没有台阶呀，我就是每天这样，我只是反复的看这些视频，我就行了吗？其实现在网上这个资源也特别特别丰富啊，YouTube 上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优质的中文学习材料，对不对？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就是你可能听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播客啊，不管我的还是大叔中文的，你的听力水平、表达水平肯定是在往上涨的，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输入足够多嘛，对不对？但是你在某一个时刻肯定会触碰到一个点，你之前那种就是特别欣喜的，每天进步很多那种欣喜感，突然之间荡然无存了。为什么？因为你触碰的那个点了，因为你碰到瓶颈了。这个时候，就算你不断的再去看我们的视频，不断去听，你的这个成长曲线会相对会变得非常的缓慢。我是觉得可能理解能力上会变得很好，但是你要真正的让自己的这种表达能力、输出的能力、词汇运用的能力不断增长的话，你肯定在那个时候是很难突破的。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大叔中文也做这个小鲜肉啊，就是聚会聊天，我会发现其实大家中文水平都挺好的，就是听力水平啊等等啊，但是表达上还是比较欠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其实这个点啊，我觉得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这个点的原因在哪里。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词汇上，真正的这种书面语的词汇上，你们积累太少了。因为日常口语当中的词汇其实是很容易掌握的，大概也就那么多啊，大概也就那么多。但是你假如掌握的仅仅只是这些最基础的一些词汇啊，我们大部分人在平常都会用这些词汇，
那样的话你的语言听起来是平平无奇的，非常平实，没有任何亮点。在描述一些东西的时候，在表达一些感情的时候，甚至有点乏味，乏善可陈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你假如跟一些中文老师，这个私教课的老师，也跟着他们去学习，也跟着他们不断去练习自己的这个口语，你发现你在说话的时候可能会变得比较流利，但是你永远没法再往上踏一步，因为你没有从另外一个途径再去吸收一些你该有的、该掌握的这些词汇以及这些表达的方式。因为我自己当了中文老师之后，我对这个语言是比较敏感一些的。我前一段时间看我儿子这个教材，我就非常非常吃惊啊，吃惊万分啊，甚至可以说震惊来形容。就是现在是小学3年级的小孩，他们那些词汇已经是非常高级了，非常非常高级的词汇，而且这些词汇他们老师是要求他们必须会背、会默写，甚至你在写作文的时候必须融入进去的。所以你就会发现中国的孩子这种语言水平不断的增长，它不仅仅只是有一个口语的环境，口语的环境其实很早就有了，所以他们一进入学校的时候，肯定中文说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真正让他们中文水平不断提高的是这些书面上的语言，不断的积累，然后不断去应用，不断去记。当然很多人会觉得中国这种教育体系，这种教育的方式啊挺刻板的，也要求大家就是不断的死记硬背啊。但是我说实话，就是假如学习都纯粹只是快乐的，没有这种记忆的东西，没有这种相对会比较累的东西，其实你是很难取得真正的成就的。所以这一点其实是我现在绕这么一大圈想和大家说的这么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多去阅读，因为阅读才是让你真正突破这个瓶颈的最关键的地方。现在咱们再绕到另外一个点，就是这一点其实也是我们大叔们就是看到的大家的需求，也是想真正帮助大家的地方。就是我们大叔中文做这个频道，还有我做这个频道，茶叔做那个频道啊，等等，我们都是想帮助大家，所以我们是不断的在思考怎么样去帮助大家，怎么样的方式去帮助大家。所以我们推出了大叔小店这么一个网站，里面有很多的电子书。之前我们采用了一种排版，就是 PDF 的这种排版啊，中英对照等等啊。但是现在我们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就是我们想让大家更方便的去学习中文。就是很多朋友和我们说，就是这个在看视频的时候有这个 CC 字幕很方便，对，可以查词非常的方便啊，就是复制粘贴啊，一下子就查到了。但假如我们给他一个 PDF 的文本啊，他们查词起来就没有那么方便。就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大叔在不断思考的这么一个问题。同时其实我们是想着现在大家学习就是看书的这个习惯呢，学习中文的这个场所呀方式都各个不同，所以我们想要一个全场景的覆盖的这么一个产品吧。所以最终我们实现了这么一个产品。就其实是那天有一个学生给我们留言说，老师你们有没有这种 EPUB 的电子书啊？我比较喜欢那种电子书，我有自己的阅读器。然后我们大叔们就赶紧去研究，最终做成了这么 EPUB 的这些电子书的这么一个系列啊。后来我们真正深入去研究这个形式之后，才发现真的 EPUB 这种电子书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点，不能说一个优点，其实有很多优点。首先它可以用手机阅读，对不对？其次它可以用电脑阅读，而且都有相应的软件可以集成非常多的功能。而且我们大叔为了方便大家就更好的学习啊，有更好的体验，我们在制作这个 EPUB 电子书的时候，把我们的音频，就是我朗读的这个书的音频直接集成到这个电子书里头了。就是说你可以边看边听这种感觉。首先用电脑的话，你用个 Calibre 这个软件的话啊，很方便。它首先可以播放音频，其次呢，它可以查词，就在软件里查词，你划一下词，它这个 Google Dictionary 就出来了，有一大溜的词典
有发音的，有解释的，有英文解释，有中文解释的，还有这种例句等等，都一大片都出来了。而且同时呢，在这个手机上也有非常好的阅读软件啊，一个是苹果自带这个 iBooks， 另外一个这个发音有点难，叫 Lithium EPUB Reader， 也能播放音频，同时查词也特别方便。所以我们这个产品呢，不仅仅只是电子书，它真是集合了非常多的功能。而且说实话，就是我们这些故事是分级的，我们会分为3个级别，其实都是针对中级学习者的，就是 HSK 3到4、4到5，还有5到6。每个板块、每个等级下面，我们都写了一些相应的书，而且每个书它的这个时长也不是特别长，方便大家阅读嘛。比如说一个书特别长，你要看一本书看1年，那其实累死，对不对？你觉得自己水平在哪，你就选那个等级的书，然后可以一点点进阶，3到4、4到5、5到6，不断的往上走，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学习过程啊。所以今天其实我是特别开心啊，很兴奋的想和大家分享这么一个消息，就是我也觉得，我也相信，就是我们这种形式是非常能帮助大家突破学习中文的瓶颈的，能成为大家学习中文真正的台阶，一步一步往上攀登的台阶。好了，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下次再见喽。